来的忧伤，蔷薇的芬芳，泪落两行。伤掩盖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表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只真只幻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死也八荒。八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听说长青剑仙要处罚你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，放心吧，没事了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堂堂黑白学宫的大师兄，竟然是个背后捅刀的卑鄙小人！投门如手足，你这样做无异于手足相残，太让我们失望了。枉我们喊你一声大师兄！余威，你该不会怀疑这件事是我告的密吧？我私自论道，触犯宫规，就算被赶出学宫，也是无话可说的。大师兄，你就是个坏人！木头，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他怎么走了？九月，这件事本是你告的密，现在纪灵他们误会大师兄了，你跟我应该去跟大师兄解释清楚。他们做错了事儿，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再说了，大师兄早就发现这件事了，他却刻意维护纪律，替他们隐瞒。难道大师兄就做得对吗？再说了，大师兄也在外论道了，不也应该罚吗？就算是大师兄的不对，可是大师兄有长宫特许，他不受学宫规矩约束，而且这跟大师兄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要针对的是纪灵那帮人。阿莹，你我认识多年，你现在为何替纪宁那些人说话呀？那你呢？还不是因为余威？你这么做，不就是因为余威跟纪宁在一起了吗？不错，我就是讨厌余威，我还讨厌那个什么九莲。凭什么余威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？凭什么九莲生来就是东源氏的少主？凭什么人人都说余威冰雪聪明，九莲天真无邪，善良可爱？我恨他们，恨他们拥有的太多，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九月，你太偏执了。人与人的境遇本身就不同，难道毁掉别人的幸福就能让你更快乐吗？
算我不能因此得到什么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看着别人痛苦，便是我莫大的快乐。今日师尊出面替你说话，才救下了你。若再犯公规，任谁都救不了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说的话你要记在心里。我都记住了，以后会小心的。小心？是小心不再犯呢，还是小心别被人抓到呢？看你说的，当然是小心以后不要再犯了。哎，你说到底是谁告密了？不会真的是大师兄吧？你觉得会是大师兄吗？大师兄这个人呢，向来就是我行我素，但他还是个敢做敢当的人。这种行为嘛，我觉得他应该做不出来。你是不是知道是谁揭发我的？是谁？告诉你又如何？就找人家拼命啊！你原本便有错在先，怨不得别人揭发你，你这叫做罪有应得。你有闲工夫跑出去找人论道拿黑白单，还不如在学宫好好修炼呢。杯水吧。啊，谢谢。每天这么练，辛苦了。你更辛苦啊，每天都过来陪着我。最近你的功法大有长进，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。不，我想继续。纪宁，欲速则不达。那好吧，我听你的。纪念哥，于薇姐，九莲，纪念哥，这是我专门为你炼的丹药，可以提升内力的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九莲，如果你忙的话，就不用每天都来了。可是我想陪在你身边，不可以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我说了，你现在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你至少应该给我一点和你相处的机会吧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真的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，别浪费了啊。你就真的那么不喜欢我吗？哼！你要是真的不喜欢九莲，还是说清楚的好。
他虽然高傲，但心地善良，别伤了他。他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只是一时的好奇。待新鲜劲儿一过，自然会放下。黑白学宫的剑法讲究内息平稳，心境明澈。本与大师兄心性相符，可你刚才的剑招，倒像是在发泄一般。你这样带着怒气强行修炼，会受反噬之苦的。你如此关心我这个告密之人，就不怕让人误会吗？清者自清，又不是你，有什么好误会的？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其实，我是听到了暗影和九月的对话，是他们告发纪宁的，不是你。是他们？为什么？嫉妒呗。看来你似乎没有告诉纪宁他们。告诉他有什么用呢？这件事本来就是纪宁的错。我告诉他了，万一他再去找九月呢？那这件事不就没完没了了？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师兄，我就是想问，你为何去论道馆？好玩。什么？信不信由你。你是去论道馆，替木头拿黑白丹的，然后看到对手是纪宁，所以才故意输的，是不是？说的好像你亲眼看见一样。木头告诉我的。大师兄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也不用瞒我，其实你也挺喜欢他们的，对不对？荒唐！你若是不讨厌他们，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？做梦吧你！师兄，我话就说到这儿。其实，大家都是希望跟你交好的。神王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真是想不到，我还以为今生今世你我再不会相见。1000年前的旧事，你竟还在记恨？成王败寇，当年若非我败了，岂会轻易被你们封印在这虚无之中？我堂堂神王，又怎会让你们说成是邪门歪道被世人唾弃？哼，时也命也。当年剿灭你，乃是大势所趋，我只是顺应天命。如今斗转星移，赤明界域需要建立新秩序，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世间之事瞬息万变，任谁也想不到你竟会与我联手。与我联手，自不会亏待于你。我可以助你
炼成无形之剑，冲破封印，重回三界。如此说来，锻造秘籍在你的手上。时机尚未成熟，你切莫轻举妄动。傀儡大赛召开在即，依照旧制，以小组对抗进行，每组限报4人，这是检验大家这3年来修炼成果的好机会。我们也会按照大家的表现择优招收亲传弟子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大家好好准备。是。邋遢道人，你是首席弟子，最熟悉流程，此次大赛就交给你来操持吧。弟子遵命。雨薇，这次傀儡大赛，要不你跟我们组一队吧？这次傀儡大赛我不参加，你们去吧，要努力哦。啊？那我们全靠自己了。那我们怎么组合呀？傀儡大赛呢，是傀儡师和他的伙伴组成一个团队来进行比赛。我是傀儡师，我负责控制。那纪宁哥，你来协助我，负责战术策划。好。九莲，那你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就负责准备材料吧，怎么样？也好。只要这次咱们能够获胜，我就可以成为五峰师尊的亲传弟子。木头，难道你早有准备？其实，我来黑白学宫就是想拜在五峰师尊门下。五峰师尊？啊，五峰师尊是赤明界域最有名的傀儡师，要是能得到他本人的亲传，那未来一定不可限量。哦，你们要加油啊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木头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我也相信你。哈，总有些人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呀。总有人见不得别人好。就凭他呀，也配当五峰师尊的亲传弟子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有几颗黑白丹。他连高阶材料都买不起，还在这里痴心妄想。谁说我们买不起高级材料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要多少有多少。哟，说大话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东陵可是上届傀儡大赛的冠军。你们4个人想要打败我们的团队，再过几百年吧。我看你们啊，还是好好练练吧。就是，好好练练吧。木子硕，成为五峰道人的亲传弟子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。这一次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跟你较量一回。那就得罪了。放弃吧，你不是对手。东契的能力，再加上你的暗中帮助，如此一来，我回归的日子那可就指日可待了。东契，他会死心塌地地听命于你。东契最大的弱点就是痴情，我知道他深爱着南君，也很清楚，他一直效力于我，就是想让我救醒南君。哼！可这一转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南君不过是一丝气息尚存，全凭法术苟延残喘，怎么可能救醒？
什么意思？当年火红仙子受劫重伤，东岐走投无路之下，求助于我。我为了留住她，才许诺可以帮助她救南君一命，这样她才能死心塌地地为我效力。如此毒辣之事，也就是神王你做得出来。自从明龙不再来，我们论道馆的生意就大不如前。这样下去，会影响我们搜集情报的进展。当日这个纪宁以明龙的身份出现在我论道馆，不知是何意啊？要多加留心才是。季兄，在忙些什么？童老板、水老板，没事，就收拾一些东西。不知季兄最近有没有发现，我这论道馆格外冷清啊？是有一点。这明龙离开论道馆，无论我们再请谁来，大家都不满意，才落得如此境地。他呢，也是有身份的顾虑嘛，要不然他一定很愿意来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季兄跟季宁都是季氏部落的人吧？功法上应该十分相近的。若是你愿意代替他出场的话，咱们这论道馆可是有救了。我？不行。为何不行？你难道就愿意看着我们论道馆这样萧条下去？当然不是。论道馆收留我，你们照顾我，我感激不尽。但是，那你有什么顾虑啊？哎呀，我功力不够，怕到时候被别人认出来，论道馆跟你们都得背负骗人的罪名。若是因为此事，你大可不必担忧。来这儿都是看热闹的，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些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的东西。要是追究这些，那我们的论道馆就进行不下去了。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。当初我离开黑白学宫，就是为了要走出自己的路。季宁是季宁，我是我。他如果很成功很好，我祝福他。但是我不想要成为他的影子，他的替代品。所以这个忙，我真的帮不了。季兄啊，你若是一再推辞的话，可就是不给我和水姨面子了。哎呀，童老板、水老板，任何忙我都愿意帮，可这个忙，哎呀，我真的帮不了。季兄，你可别忘了当初在你最落魄的时候，是谁领你进的论道馆？都有难的时候。我论道馆现在遇到难处了，现在生意不好，你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呢？我相信季兄这么仗义的人，一定会帮我的。啊？今日我明龙回归，备战检视少主。
是你呀！哼，你也听说过本少主的威名？我呢，没听过你的威名，听过你的骂名。我早就知道你，没想到你死性不改，还敢来此论道。若是我回去禀报师尊，你定会被学宫开除。我打败了明龙，我才是这论道馆最强的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小子，哎呀，你来了，说，找我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？我们学宫啊要举行傀儡大赛，我呢负责制定战术，但是以我目前的能力，根本做不到得心应手，而且我们没有好的傀儡，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找我呀？你找我，我就给你全办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我先问问你啊，你们这个傀儡是不是没有灵魂？说了是傀儡，怎么可能会有灵魂呢？灵魂必须要有灵魂。你等会儿，这儿的。你看，不错，这个就是傀儡的元神，是我亲自做的。元神？你搞不懂，你懂吗？这个元神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傀儡的心脏。这个东西一旦安到傀儡身上，哎呀，这个傀儡啊，它就跟人一样了。傀儡跟人一样有了灵魂，那么傀儡就会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那么厉害？这个好用吗？我喜欢你这么说话。这个东西都跟了我1000年了，跟我的品性完全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你就拿回去用，肯定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就把它做好了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以为是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也是玉树临风的一个少年。那个时候引得无数的姑娘爱慕我。有一次，你的那些事情下次再说吧。谢谢啊。太讨厌了，不听我说我和姑娘们的那些个事儿。副总，
给你带来个好东西，傀儡的元神。傀儡元神啊？我只听说过在世界上有这个东西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你不用管这个，你赶紧试试。好。试试。木头它怎么晃来晃去的？对呀，它怎么在晃啊？这分明是个酒鬼嘛！什么酒鬼？什么酒鬼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哎，木头，你呢就好好练习啊，拿下冠军。一定要成为五峰师尊的弟子，你一定行的啊！我加油！你呀，以后就是我的傀儡了。木头，他怎么打你啊？对呀，木头打我呀！哎呀！啊，纪念哥，你快看！哎，停！你怎么打我呀？哎呀，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竟然遇到这个傀儡元神，木头，有你受的了。别打了！哎呀，好了！哎呀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怎么回事吧？傀儡元神，我记得大师兄曾经也有一个吧？还真的什么都瞒不过你，不错，师尊曾经送过我一个。怎么，你想帮他们？他们到底有什么好，值得你为他们这样尽心尽力？刨根问底，不像大师兄的个性。果然还是不能让人太了解我，不然说两句话就被堵回来了。恳请师兄赐教。雨薇，你还真让人琢磨不透。大师兄主持傀儡大战，要让师兄偏心，那当然不行。但是指点1、2，总是没问题的吧？还是你会说话。好，傀儡元神，就3个字。你处变不惊，有大将风范。您过奖了，这不算什么本事。碰到那种人，早有防备。及时取胜，也不自诩强者，很好。您若只是说这些，季农先告辞了。你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修为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，你可愿意一搏？那就要看是什么机会了。想必无间门的名号，你应该是听过的吧？无间门，虽然我被逐出黑白学宫，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，可善恶是非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了。善恶是非，你初涉江湖能看清几分？不要被表象误导你的判断。你只看到世人眼中的恶，却看不到背后隐藏的伪善。只是处事观念上的差异，却被人以正道和邪道区分。要论到肮脏的话，他们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，不知道要比无间门多出多少倍。
你扪心自问，你在黑白学宫的那段日子里所见到的丑恶嘴脸还少吗？你只需要知道，在这赤明界域这片土地上，除了无间门，再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。让开！让开！别抢！黑白丹给我。七农，你最近这么拼命的论道，就为了要这黑白丹，是要送给什么人吧？哎，别抢！别抢！别抢！都有啊！九莲，季农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个给你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从哪弄来的？你就别问了。哎，这上面怎么有血迹啊？你看，那个时候血滴在上面，可能渗进去了，我擦擦就好，没事。你不会又去打擂台了吧？用血换回来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季农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东西我不能收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其实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是季宁，我心里也只有他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。可季宁他不喜欢你呀，季宁他爱的是余威，这点你比谁都清楚。为何自欺欺人呢？我自欺欺人？你才自欺欺人呢！我怎么自欺欺人了？其实你每次看见我的时候，心里想的都是那个秋叶，难道不是吗？季农，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保护你。自作多情。对，我就是自作多情。无理取闹，哼！对，我就是无理取闹。随便你。喂，镯子不要了。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种子，东奇，你整天都在干些什么？回神王，东奇一直在努力寻找。哼！难道你不想让我出来吗？神王，东奇绝无此意，还请神王再等待一些时日。女娲留下这个种子来对付。绝不能让种子成熟，一定要在萌芽阶段将它杀死。你明白吗？是，东奇明白。东奇，你若还想让我用法力救醒南君，就赶快去给我找到种子，否则
来不及了。是。我现在宣布，傀儡大赛正式开始。第一场，9连。对阵东林，加油，东林！这场东林获胜。没事儿。第二场，由木子硕对战饮血问剑。第二场，木子硕胜出。经过了紧张而激烈的比赛，现在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，只要谁能够赢得比赛，就能够成为傀儡大赛最后的冠军。我觉得木子硕最后一场，由木子硕9连对阵东林9月。东林加油！9月加油！东林加油！9月加油！都准备好了。加油！9月加油！东林加油！9月加油！东林加油！9月加油！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
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争夺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